幽冥种。什么幽灵？什么鬼啊？中国叫鬼，西方叫幽灵，不是一回事吗？可能我用词不准啊，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说鬼确实不恰当，因为我听很多人说起过，它不是一种封建迷信理论，它是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。现在也没有什么专用名词，可能叫它幽灵会更合适些吧。它就算是幽灵，它也得有出处啊。这是谁的幽灵啊？这是？我看是西周古墓的幽灵，它不是人死以后变成了鬼魂亡灵的那种幽灵，而是西周古墓它本身就是一个幽灵，也就是我们堪舆行当中传说的幽冥种，依附在这座唐朝陵墓之上的西周幽冥种。封建迷信，这不是封建迷信，这只是一种说法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唐和西周都看上了云岭这块风水宝地，很有可能在西周的时候早就有人相上了，但是那时候没有唐朝那么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。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。等到了唐朝，为皇室象形夺地的风水高手也看上了云岭这块风水宝穴，于是利用西周墓室的结构，开山修陵。你是说，西周的古墓和大唐的古墓混沌在了一起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确定了这是哪个朝代的古墓，就能出去了。应该是。商周的古墓没有大唐那么奢华。那这儿可算不上奢华。哎，你看看，穷的就剩下楼梯了。商周古墓垒大石分大殿而建，而且分为很多层，不是平面结构，比大唐的古墓规模要大得多。大，真够大的。好家伙，腿儿都快抖折了。所以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个空间应该属于西周。如果这是西周的古墓，那石墙旁的2条楼梯就应该能通到古墓的最上层。一条我们已经走过了，那这条就应该能走出去。走了，走吧，老陆。这不还是这儿吗？火龙，你要干嘛？你他妈不是说能出去吗？马克思说了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次实践只能证明，这里不是西周模式。你他妈代表马克思耍我啊？是我的错误判断引导了大家，我的责任。口恩爱的，信不信我他妈让你们俩夫妻双双把家还？黄龙，把枪放下！老板让你来，不是来拆台的。老大让你把枪放下。只有这条往下的楼梯没走过，向下。潘磊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这血糖低呀。大哥，还是这儿。哎呦喂，我上面还有8旬的老母，这回都见不着了。别胡说八道，死劲儿多窝囊。现在就是检验理论的时候。不是，老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注意到每23个台阶就有个月牙记号，此为一个循环。16字风水阴阳秘术中有一个字是遁字，遁字一卷中讲的就是古墓里的机关陷阱。中国自古推崇艺术，所以墓室结构脱不开这个。然后呢？我仔细研究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种23级的石阶，学名应该叫做锁魂梯。不过也不尽然是23阶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推算出咱们走出去的步数。你这次确定吗？理论上是，
所以要去检验。胖子，给我个头。不劳各位大爷费神，我去就回。哎，老陈，我陪你。我们也去了啊！站住！陈有希，你自己去。走吧。绳子。哎，绳子，上。绳子又快没了，老陈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的，真出事，绳子就不会动了。哎，绳怎么不动了？到头了。谁呀？老陈。我说你怎么从那边回来了？我在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都做了记号，现在我想从哪回来都行。那到底是什么鬼在打墙啊？这就是锁魂梯，身在其中只会看到一道楼梯，实际上四通八达。这23阶台阶形成的循环，其实是一个数字催眠法。月牙形的记号就是陷阱。这些记号在台阶上会逐渐偏离，再加上台阶和石墙上可能会涂有一种远古秘方，可以吸收光线的涂料，让人更难辨清方向。一旦留意诸如记号这些信息，就会使人产生逻辑判断上的失误，以为走的是直线，实际上不知不觉走上岔路，在岔路上大兜圈子，到最后完全丧失方向感。台阶的落差很小且宽大，利用台阶的长度缓释这一点点的落差，让人造成有高低落差的错觉，误以为自己在上下楼梯。你当老子瞎吗？这儿的楼梯叫没有落差？这里的楼梯确实有落差，但是锁魂梯的建造者利用这里有落差的楼梯，给人心理暗示：我上或者下楼梯，其实都在平面上打转。哦，怪不得兜了这么半天呢。哎，老陈，这是实践出真知啊！那出口到底在哪儿？想跟着走的就走，听不明白的欢迎来函咨询，电报挂号323。
前面就应该是出口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别再犯漏病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感觉这么热？是啊，看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在那儿哗哗流，是岩浆吗？嚯，这大门头做得够体面的，这应该就是主殿的入口了吧？有可能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上面那么多刺儿啊？刀车，刀车是什么？古代战场，守城一方用它血拼的。糟了，这石门完全打开的时候，这刀车应该就会滚下来了。胖子，哎，想办法把门拉上。哦，小心啊！这下不来呀！看看有没有机关。不是这。老陈，这怎么办？先撤，你裂口。哎，真仗义！啊！快！记得你等着和弦，没有什么界定边界，没有什么限制你表演，所有的都完美表现，还在攀岩攀一攀10年。思绪和看似自由的世界。失去的你，细细相依的5年。舞台上没有主角配角，人生都只有一次体验，还是攀天攀地攀的宣言。是
告诉你去个